如果你住在新加坡或者曾经来过这个城市，你可能会感叹这里的地铁怎么年年在修，网络越发密布，车站越建越大。但你或许不知道，到2030年，新加坡的地铁长度将从现在的230公里增加到360公里，增幅超过56%，成为全球地铁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。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，一个只有纽约曼哈顿大小的国家，为什么如此执着于打造一个密集的轨道交通网络？更可怕的是，这些新建线路背后隐藏着一整套改变国家未来的战略布局。今天我们就来解读这场地铁大爆发，它不仅是交通的升级，更是新加坡生存模式的彻底重塑，足以让这个小国家稳坐全球基建 No.1 的位置。第一章，为什么新加坡地铁越修越多？新加坡地铁修得越多，是因为它背后承载的早已不是简单的通勤功能，而是一整套复杂的国家规划。如果说新加坡的地铁是这座城市的经脉，那扩张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确保这个小小的城市国家能够不断成长，承担其日益扩大的负载能力。根据规划，新加坡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650万到700万，这对于一个只有720平方公里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挑战。要容纳如此多人口，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地铁。通过增加轨道交通网络，不仅能把原本几乎饱和的城市空间再次优化，还能为整座城市疏解压力。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新加坡的长期愿景，即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套可持续的生存系统。通过轨道交通网络的扩张，这份国家级赌注不仅能够承托人口，更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发展空间。第二章，新加坡为什么要拼命扩建地铁？为了生存下去，这个寸土寸金的小国无疑赌上了一切。首先，随着人口迅速增长，私家车的数量早已被严格控制，用车证的价格在2024年冲破了10万新币，几乎是全球最高。显然，新加坡已经失去了拓宽道路、容纳更多停车位的余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只有轨道交通能为未来700万的人口解决出行问题。但是修地铁不仅是为了交通便捷，更是为了推动产业和人口均衡分布。新加坡的传统就业核心区 CBD 正在转型，未来的就业重心将逐步向其他区域扩散，从玉郎湖区的第2 CBD 到巴耶利巴数码园，再到乌兰的北部科技走廊。地铁网络的扩张正是为了实现城市的去中心化，让就业区域和生活区域更加多元化，而不是所有人每天蜂拥到 CBD。 这才是打造可持续城市的必经之路。用一句话总结，地铁不是为了让你少花10分钟通勤，而是成为撬动国家产业版图的支点。第三章，哪些崭新线路正在改变新加坡的未来？为了实现这场交通革命，新加坡正在建设多条新线路，最重要的是横贯全岛的 Cross Island Line， 全长50公里的线路将连接樟宜、西部的玉郎与中部多个节点，服务每天60万乘客，成为新加坡的第2交通脊柱。无论住在东部樟宜还是西部玉郎，一条地铁就能横贯全岛。玉郎区域线 JRL 直接服务于玉郎湖区及周边产业区，使未来第2 CBD 真正成为工作的中心。与此同时， Thameslink East Coast Line 将全面贯通高密度商业区和人口聚集区，并通过 Woodlands 北站的 RTS 连接马来西亚新山，加强两地融合。这些线路不仅是城市交通规划，更代表着国家未来经济与产业布局的战略考量。第4章，轨道交通大扩张的真正意义。虽然许多人看到的是更方便的出行，但地铁扩建真正带来的远不只是通勤时间的缩短。西线开通将让现有通勤时间从45分钟减少至40分钟以内，向往更密集换乘次数也随之减少，高峰期挤不上车的情况也将改善。这意味着新加坡居民的日常生活将更加高效。此外，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，地铁站附近400米范围内的房价溢价普遍达到8%到15%，交通便利也令原本偏远的区域逐步得到开发，人口布局趋于优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房产红利并非覆盖所有区域，部分地方可能因噪音等反而贬值。新地铁线还将明显改变劳动力分布，过去新移民和外籍劳工多集中于工作场所周边，而群新的路线则提高了就业选择的灵活性，加强了产业的多极化布局。第5章，为什么新加坡敢砸下1000亿新币？这场大规模地铁扩张毫无疑问是一笔惊人的投资，但新加坡政府之所以下定决心，大概是因为这对国家发展来说是一个稳赚不赔的选择。首先，地铁属于城市的固定资产，其使用寿命大多超过70年至100年，长远来看，这种投资是为整个国家未来效率买单。其次，由于跨国公司陆地时对于交通基础设施高度依赖，轨道交通成为吸引外资、促进全球企业落地的核心竞争力。可以说，地铁与其说是城市的运行工具，更像是一种国家的生产力投资。更重要的是，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，新加坡这种土地有限、资源稀缺的城市早已无法通过扩展、
道路和发展私家车来支撑未来社会运转。在一个人均道路面积几乎见顶的国家，地铁网络成为唯一能够承托长期增长的交通方式。第6章2030年新加坡地铁的隐藏未来。展望未来，随着360公里长的地铁网络覆盖全岛，新加坡的地铁密度将达到全球顶尖水平，不仅追赶东京，甚至将远高于像伦敦、上海或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。更有趣的是，一带一跳的全线贯通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新山联系将更加紧密。未来，新山很可能成为新加坡的第2环，进一步助推两地人口、资金和产业的融合。这对于整个新马区域来说，可能会出现全面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。与此同时，新加坡政府预计，轨道交通的分担率将进一步提高，达到75%以上，私家车出行比例将继续下降。这种转型不仅提高了整体通勤效率，还为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铺平了道路。一条地铁线背后的国家级赌注，这不是一条简单的地铁线，而是一盘布局国家未来的大棋。通过轨道交通的扩张，新加坡不仅在为每一位居民的通勤体验负责，更在投资这个岛国的生产效率、经济结构、产业分布以及未来几十年的生存能力。地铁的背后藏着一个没有资源国家的生存逻辑，即通过极致的规划，让有限的空间和资源带来无限的可能性。如果你感兴趣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为你带来更多全球基建背后的秘密。